有缘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去纠缠，你就是一团自在的量子。你不断纠缠，你就会被各种因果和业力所牵绊，毫无自在可言。我们的宇宙是多维全维的，本来的我们是通达全维宇宙，自由自在的宇宙意识，和我们的意识量子一旦纠缠，执念低维人世间的各种情爱、名利、钱权、财色这些有限的频率，我们便失去了本来的自在，就会驻植在三维人世间的游戏场景和一切外向现象当中，看不到本质，意识能量就会变得低维低频了。关键在于我们纠缠不纠缠，执念不执念。我们越是驻植在外向之上，跟随自己的小我欲望不断地向外追求，我们便越是在不断的自我消耗，生活中就会不自觉地播种各种不善的因，造作各种不善的业，然后又反过来被自己造作的业力所牵绊，迷失在自己的业力因果之中，生活中受自己大脑的操控，被自己的各种习气惯性所驱使，被自己的各种情绪所左右，被自己生活周围的环境所裹挟。看似生活中是自己的选择，其实都是被业力、习气、惯性、大脑、情绪环境所影响，被动的选择。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自己意识能量的纠缠和执念。我们的任务是跳出这一切低维因果和业力的掌控，充分运用宇宙所赋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和武器——自由意志。不要驻植在外向上，向内而求，看清我们的因果，选择自然的接纳，然后活在当下。不要跟随大脑思绪乱飞，要随缘而动，不断累积德行。我们的自由意志是一团自在的量子，是量子背后的空无，与天地合一，和庄子一起大鹏展翅，扶摇直上9万里，心量无限的博大。只要我们不纠缠，我们就一直自由自在，包容一切。一旦我们纠缠世间的外向，瞬间就会变得不自由了。我们要主动地选择自在，而不是被动地选择纠缠。问题出在我们有太多的放不下，放不下世间权钱名利情色受想行识的一切外向，关键又在于我们放不下游戏角色这个我的感受。各种感受让我们以为这个游戏世界是真实的，可在游戏世界的感受若不真实，游戏就没法玩。要想真正把游戏玩明白，需要我们跳出游戏，看游戏，玩游戏，在游戏场景中体悟，你不仅仅是游戏角色，更是创造游戏的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感受太当回事儿，太注重自己的感受，就会驻植在游戏角色的小我当中，注向执念。不把小我的感受当回事儿，你就会自然的自在包容。谁能把自己在游戏世界中玩得心量博大，自由自在，无烦无恼，对周围的一切人事物都心怀感恩和慈悲，才是真正的游戏玩家。因为这就是本来的你我。
你之所以会遇见你遇见的每个人，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存在着量子纠缠。你和任何人的不同关系都是不同频率、不同层级的量子纠缠的能量关系，包括你想的人、喜欢的人、爱的人、讨厌的人和恨的人。我们的世界和整个多维宇宙是一个充满能量和复杂的量子纠缠网络的宇宙。能量和量子是同一个概念的两个名词。量子是构成我们整个物质世界和暗物质宇宙空间的最基本单位，是一切基本粒子的统称。能量和能量的叠加，量子和量子的纠缠，才有了我们整个世界一切的生物和物质的存在，包括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情绪、情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正是释迦牟尼所言的心生万法，老子所言的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释迦牟尼和老子的心合道，便是我们内在高维宇宙的宇宙自由意识能量，是整个多维宇宙无限维度的量子态的一体。量子的纠缠便是能量的叠加和信息的呼应，能量的叠加生成万物，量子之间纠缠的信息呼应，形成万物之间的能量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量子具有波粒二象性，也就是同时是粒子的态，又是能量波态。这是从鬼魅的双份干涉实验中，让爱因斯坦和波尔总结出来的宇宙真理。实际上，波尔更胜一筹，因为波尔说出了量子是有意识的这句话。我们的意识也正是量子，量子态的能量。我们的意识能量可以无限的提升到释迦牟尼和老子的高度，或者说不是提升，是回归。宇宙意识能量创造了我们的多维宇宙空间，而我们物质世界处于三维宇宙空间，整个多维宇宙是一体。而执着于物质世界的我们，只能感觉到三维宇宙空间的存在，感受不到整个多维宇宙的一体，感受不到自己内在的宇宙意识能量。通过内观内求、反求诸己，和自己内在高维宇宙意识能量相连接的人，被我们称为圣贤之人。圣贤之人心中装的是整个多维宇宙能量，而我们凡夫只是在低维宇宙空间的相对低维的能量上，不断地进行了量子纠缠和攀援，不断的因果轮转，双缝干涉实验中。当我们的意识对光量子进行观察的时候，光量子就会由之前不确定的能量波的叠加态坍缩成确定性的粒子态，这就是量子坍缩。用量子纠缠和量子坍缩完全可以解释我们宇宙存在的一切。先说物质世界，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夸克构成了我们一切看得到和看不到的物质世界，但本质都是量子的纠缠和能量的叠加聚合。我们的意识每天都在观测着我们的物质世界，所以我们看到、感受到的是物质世界的物质，而不是能量波。而如果你用自己内在的新意识能量去融入，而不是观察的时候，你会觉受到你和整个宇宙一样都是能量，
都是量子，万物没有分别，但是常人绝大多数都是住在了物质的不同的外象上，看不到物质的本质是量子，一切皆为能量，正是释迦牟尼所言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其实就是老子所言的无能生有。这色和有正是物质世界，而空和无正是量子和能量。能量不会被创造，也不会消失，只会转化，这是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赚的钱，我们的资产，我们的身体、情感和情绪，也都只是能量的存在形式而已。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能量转化而来的，然后还会转化成能量的其他存在形式。摄入的饮食能量转化成我们身体的成长，最终身体又转化成能量回归大自然。三维世界的物质能量，最终我们什么也带不走，都得交回给大自然。最终我们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意识能量，世人却只有放不下对物质、对情感的执念，和执念带来的烦恼和痛苦。我们要学会自然的拥有，却不执着执念。意识能量一直跨越着时空，一次又一次将我们带来到三维的人世间，一遍又一遍，一关又一关地玩着人生的游戏。却只有每个人每一次意识能量的提升，一次次的通关，才是我们真正的任务。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和事儿，都是因为存在着量子纠缠、因缘聚合的能量关系，一定都是为了什么才会让你遇见的，都是特意为你安排的遇见。不同的视角和不同高度的认知会有不同的解读，同样不同的解读就会有不同高度意识能量的提升和收获。三维视角来看，我们遇见的人和事儿，给我们带来了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起起伏伏的人生丰富着我们人生的体验。在各自冷暖自知的际遇当中，有的人享受着人生，有的人体验着人生，有的人寻找着人生的意义，而大多数的人就只是随波逐流。高维视角和认知来看，遇见是因为有量子纠缠的因果之缘，有缘才会遇见，遇见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宇宙无时不刻都在用因果法则安排着我们的一切，因果的安排便是最好的安排。遇见是为了圆了业，如果没有相互亏欠，如果没有量子相互纠缠的能量关系，你们是不会遇见的。遇见了就是为了重新归于平衡，曾经欠下的物质和情感的债缘就需要归还了却。看不懂因果能量关系，不但就业未了，还会再造新殃。看懂了因果能量关系，在了却过去恶业的同时，也会为以后播种善因的种子。三维人世间遇见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智慧而存在的。遇见的人生的起起伏伏，是让我们看清为什么会有起起伏伏。就像我们地上二维的影子会有起伏，是因为路面凹凸不平所致。我们三维的人生起伏，
是因为我们所种的善恶因缘所致。我们遇见的都只是人生的外象，内因是我们内在意识能量不够高，不够平稳，不断进行着低维的量子纠缠，不断攀援着低维的物质和情感能量，所以内在高维意识能量投射到三维人世间的外象才会有起起伏伏。所有的遇见就等于给我们的面前随时摆了一面大镜子，让我们透过镜子，透过我们遇见的一切人和事儿，来映照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能量的状态，让我们修己正身。我们遇见的一切外象都是曾经播下因缘的种子成熟了，遇见不顺的事儿，给我们带来烦恼和痛苦的人和事儿，都只是在了却之前诸多因缘所成的果和业。这时我们只要选择自然的接纳便可以了业，同时也是在为以后播种善因。接纳的同时，选择包容、理解，用真诚和利他之心来待人待事，善因就会不断的积累，未来自然也会诸事顺利。当然，若是真的完全懂得因果之缘的存在，从懂得和接纳因果的那一刻开始，其实一切也就无所谓顺利与否，我们遇见的一切都只是外象，烦恼和痛苦就不会再找上门来了，因为烦恼和痛苦都是得智慧的机缘，遇见的一切就都只是最好的安排了。虽然时刻都会在因果之中，可是因果再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和痛苦。所谓落因果，受因果，而不昧因果，不畏因果，我们就会对人生充满了积极的期待，期待一切的遇见，因为一切因果安排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和遇见。完全自然的接纳会让我们懂得宇宙只有因果，无好无坏，无善无恶，才是我们的本心。遇见的善恶也都是因果的外象。老祖宗通过传统儒释道文化，都在让我们内求内观，反求诸己。我们听不懂，人生就会起起伏伏，我们在这起伏之中，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喜喜悲悲，烦恼痛苦不断。我们听懂了，每个当下我们就会提升内在意识能量。烦恼即菩提，痛苦都只是得智慧的机缘。每当遇见烦恼，我们就应该看出来，我们潜意识里面一定存在着一个向外看、向外求的认知和妄心妄念。只要我们调转方向，转而向内寻求，不再向外看，不再向外求，一念之间，意识能量就提升了，不断提升我们灵魂的高度，这才不枉我们人生量子因缘决定的每一次遇见。要知道，我们纠缠的这些能量频率都会留下痕迹的，宇宙会记录一切你大脑里面想过的念头，更别说你做的了。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宇宙全都知道，因为那都是能量波，是量子能量，只是频率不同，能量永远都会留存在宇宙之中，并相互转化。你纠缠什么频率的能量，它就会在你的身体里叠加。
这个频率的能量就会主宰你。纠缠低频能量的人容易被控制，自由度特别的低。我们纠缠所有的频率的能量，都会形成相应的能量关系。这个能量关系儒释道文化把它叫做业力，所以我们都是活在我们的业力当中。你有什么样的业力，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你纠缠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关系，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业力。量子纠缠决定着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在量子的世界，你执什么样的念，就是纠缠什么频率的量子能量，你就会带有什么样的频率在你的小灵魂的意识体上，外在就会表现出相应的性格，而这一切你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而你纠缠的能量关系便是因果和业力，因果和业力便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在量子的视角看来，我们不存在前世、今生和来生，只有一体。量子纠缠的因果能量关系一直存在，就像是1年级学完的知识会作为2年级的基础是一样的。我们的因果业力链条和网络是环环相扣的，但我们凡夫看不懂，就会认为我们的3维的人生是无常的，而实际上我们看懂其中的因果关系，那便是常了。我们的性格就是我们的因果决定的，是因为我们不断在叠加执念，纠缠我们各自的那一段段的量子能量的频率。今生出生之前就纠缠情感的执念，这一世就还是一样，因为没有跳出那个业力，这辈子就还会是个情痴。痴情到可以为了情去做一切，也可以抛弃一切。之前就执念色欲，这一世也一样，见到美女都挪不动步，见到帅哥就小鹿乱撞，一天天的撞得头破血流了。之前就执念金钱，今生也一样，总为了金钱在奔波，不惜手段和原则，累得要命也舍不得放下。之前执念物质，今生也还是一样，总想着拥有的更多，也不管最终你能带走啥。之前就执念权力，喜欢那种在人前呼风唤雨的感觉，今生也会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来满足自己。之前就执念自己的名誉和美名，今生也一样，一定要做出一点什么成绩出来，重心不在做事，在于获得的名誉等等。总之，你执念什么频率，这些频率的能量就会一直保留在我们的灵魂意识体当中，成为我们性格的调色板和颜料。每个人的性格都很丰富，都是一幅幅美中有丑，丑中有美的图画，而大家可能还不知道，那个一手拿着调色板，一手拿着画笔的正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执念纠缠什么样的能量频率，我们就会画出什么样的图画来，完全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说了算的便是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只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的自由意志没有足够的自由。为什么呢？还是只因为自己的执念使然。只要我们放下我们种种障碍，我们的执念，热气球就自由了，自己就会上升，就会回归天际。
我们一直执念什么，宇宙意识就会根据我们各自的因果，给我们投射相应的人事物的外象，来让我们玩游戏，修炼过关。如果你能意识到你是量子，你会自然的觉醒开悟，人间一切烦恼和问题自然消失。你的身体是量子，你的意识的量子，潜意识是量子，周围的一切物质，宇宙的一切物质都是量子。我们的宇宙又是多维全维的宇宙，量子穿越的是全维宇宙的时空一体。全维宇宙包含了0维的点、1维的线、2维的平面、3维立体空间、4维空间包含了无限时间的3维空间、5维空间包含了无限的平行的4维空间到无限维度的全维时空的一体。全维宇宙全是量子能量，而你本身就是和全维宇宙合一的。可怜的凡夫的我们却只活在驻植在3维空间自己有限的那点能量频率的外象上，追求着权钱名利色。要是没有怨恨、恼怒、烦那才奇怪。相对于我们本来的全维宇宙意识来说，我们3维世界体验到的一切物质、财富、情感都只是有限的频率和外象，是梦幻泡影。当然，一切3维的外象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我们透过一切梦幻泡影的外相去体悟，是什么生成了这一切的物质的外象和色受想行识的梦幻泡影？是什么生成了我们3维世界乃至多维宇宙庞大的游戏场？是量子，是能量，是宇宙意识，是自然法则，是无，是空，是道，是我们的真心自性。意识是量子，量子是意识。我们生活中周围的一切本身就是量子，就存在全维宇宙的宇宙意识当中，只是我们后天的分别意识和执着意识，让我们体悟不到自己的本质是量子，是全维宇宙。宇宙意识设计出我们3维空间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场，就是为了让我们在生活的外象当中体悟自己是量子，是能量，是无，是空，是因果，是宇宙规律，自然法则，是全维宇宙的意识能量，超越我们的潜意识，体悟集体意识，体悟自己是全维宇宙的宇宙意识。也就是老子和释迦牟尼讲了2500多年的道，而我们在3维人世间所追求的一切物质、财富、情感，一切需要，都其实只是全维宇宙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能量而已。关键我们内在本来它就是本来什么都有，而我们还一直在向外无限的求取所得，迷失方向太久太久。想来我们人类也真是有意思，自己创造了游戏，自己在游戏中创造，最终我们没有体悟到自己就是游戏的创造者，也没有好好的在游戏生活中享受创造，更没有透过创造去体悟自己是全维宇宙的宇宙意识，而是住在执着、执念在自己创造出来的游戏场景外，像和游戏角色当中了。
就好像大海生成浪花，本是为了通过浪花来体悟大海的丰富多彩，而浪花跟旁边的浪花相互拍打，生出爱恨情仇，而执着执念就以为自己只是浪花，却忘记了自己是大海。又好像大地为了体悟宇宙天空的博大，向天空伸出枝干生成大树，去感受大自然的多彩丰富。而这棵树却因为比地上的小草高大而自大，却忘记了其实自己和地上的小草都是大地的延伸。树上的叶子只以为自己是一片漂亮的叶子，而不是整棵树，忘记了自己同样是大地向天空的延伸。浪花、大树、树叶和诸多人类小我们都在有限的空间和意识中分别执着、执念着，感受着有限的自己，经受了分别执着所带来的烦恼、不舒服、不自在，直到有一天，有一朵浪花放下了和别的浪花拍打出来的爱恨情仇，有一棵大树俯身感受到了小草的可爱，和自己一样都来自于大地。有一片叶子意识到自己是和整棵树的血脉相连，有一个小我、小你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放下了权钱名利色，看清了色受想行识，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和人类的集体意识都是量子，都是能量，都是空和无，本质没有分别。于是内在无限大的意识能量便打开了，融入了整个全为宇宙的宇宙意识，就像那朵浪花融入了大海而成为了大海，那片树叶体悟到了大地，融入了大自然而成为大自然。你我也需要体悟到我们的本质是量子，是能量，是宇宙意识。宇宙意识正是通过我们每个灵魂的自由意识来创造、体验、体悟宇宙的博大、丰富、具足，在创造中自然的拥有、体悟自己就是宇宙意识，而不是那个后天分别执着的小我。小可怜，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放下，不纠缠。愿你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静，超越过去的执念，走向更高的智慧与自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